女儿的手术正处于关键时刻，主刀医生的妻子却在手术进行过程中离开了，只为庆祝她前男友的妻子的生日。我注视着女儿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床上，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。她不耐烦地解释，手术即将结束，就像更换一条狗一样轻而易举。我的在场与否又何干呢？小冉女儿头磕破了，我正在给她处理伤口，请你不要再打电话了。电话一断，我那生死未卜的乖女儿也随之消失在通话中。刚刚女儿因发烧高达50度而被紧急送往抢救室。当我和父母在手术室外等待时，我们彼此交谈。小赵匆匆进了手术室，他是徐志英的助手，我认识他。我立即见到徐志英风尘仆仆地冲出手术室，他看到我，随手扔下一句我有急事，便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我和父母三人目瞪口呆地站在手术室门口，我妈眼睁睁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拐角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。手术已结束，但没有人回答他，因为手术室的灯仍然亮着。2小时后，护士面色苍白地推开手术室门，将一份病危通知书递给我，要求签字。我此时才明白，徐志英离开手术室，中途抛下了他正在进行的手术，原来是因为他留在小赵手中的手机响起了一通赵萧然的电话。慧慧不慎撞了头，流了很多血，世英，请你快来帮我检查一下。徐志英特意叮嘱小赵，只要接到这个号码的来电，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第一时间告知他。于是他放下正在进行到一半的手术，匆忙赶往前男友赵小冉的地方。女儿手术的余下工作则由他的助手小赵挺身而出，义无反顾地完成了。瑶瑶经历了一番手忙脚乱的抢救后，终于稳住了病情，但她不得不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观察。当我妈看到未通知书时，当场昏倒。我爸坚持陪在我身边，我透过厚厚的玻璃望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管子的女儿。我拨通了徐志英的电话，手术即将结束，就连换个狗都能轻松完成。我在忙碌之中，是否在场又何干？慧慧撞破头了，萧然独自一人。我正忙着给孩子包扎伤口，暂时无法接听电话，请不要打扰我。我和徐志英的谈话被打断了，对方挂断了电话。我先安顿好了我爸妈，留在医院照顾瑶瑶，然后开车直奔赵小冉的家。经过一阵疯狂的砸门后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徐志英穿着围裙，怒气冲冲地打开门，面对林立川说道：“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赶紧去检查一下吧，别像没头苍蝇一样跑到别人家里骂人。”我推开门，他便急忙冲进房间，只见赵萧然正陪着他的宝贝闺女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。赵萧然厨房里传来美食的诱人香气，他的女儿头上贴着一块创可贴，但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伤口。当我进门时，我看到赵萧然满脸对着一个虚假的笑容。立川已经到了，而慧慧受伤的情况让我吓了一跳。他请求知音来给他做个检查。下一秒，我抄起一旁的花瓶，直接砸在赵萧然的头上。赵萧然吓了一跳，紧紧地捂住了头，一道血线顺着他略显棱角的脸颊流淌而下。窗外传来的喧嚣声让我头痛不已。我转身准备对徐志英提出质问，徐志英一回头就狠狠地把我推倒在地。林立川，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敢动手打他！他把我一把摔在地上，头撞到旁边的柜子上，让我眼前一片惊心。徐志英走到我身边，眼含心疼，用纸巾轻轻为赵萧然头上的伤口擦拭，然后安慰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这就给你包扎。”赵萧然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林立川，你疯吗？我要报警！”徐志英转过头来，怒视着我，嘴角不屑地扬起：“你还不道歉？你是个冷血的家伙吗？”我摇晃着头，有些眩晕，但还是强撑着站起身来。我向你道歉，我现在恨不得他死。徐志英，瑶瑶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观察着，如果瑶瑶有事，我希望你们陪她走。林立川，你吃醋就吃醋，别拿孩子开玩笑。你这样当个父亲合适吗？我做的手术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手术很顺利，只剩最后2步就能缝合了。这种操作谁都能做，别吓唬我。听到他说这话，我感到全身一阵发冷。他竟然还好意思说手术很成功，而现在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不省人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怀念病房里的瑶瑶，心生不安，我匆匆离开。临行前，我目光落在房内的2人身上，若瑶瑶有所不济，我必定追究你们俩的责任。我原本认为至少到了这个程度，徐志英也会稍微相信一点，至少他应该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瑶瑶的情况才算。在接下来的3天里，直到瑶瑶脱离生命危险，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，徐志英始终没有露面，连旁边病房的家属也开始议论这件事，说什么这是什么样的医生啊，连病人都不顾，手术到一半就跑了，难道是怕惹上官司吗？我听说那孩子竟然是那位医生的女儿，天哪，他竟然可以毫不在意的将自己的女儿留在手术台上就逃走了，这还算得上是母亲吗？即使是继母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啊，谁说不是呢？我还听说那女的是因为接到前男友的电话，就连自己闺女的命都不顾。我跟你说，这样的女人就不如趁早死了好，省得以后祸害家人，摊上这样的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住院部里充斥着各种传言，但徐志英却仍然未露面。医院方面一直无法联系上她，多次电话都无人接听，最后干脆关机了。由于这次医疗事故的发生，我不再愿意让女儿留在这家医院，而是将她转移到了另一家设施更好的医院。父亲与顶尖专家团队协商后，得知手术虽对孩子身体造成损伤，但非永久性，需待孩子长大后再行手术，期间需特别留意健康，防止意外。老爸老妈听到这个结果，齐齐松了一口气，这才义愤填膺地骂起了徐志英，骂着骂着又把矛头齐齐指向了我。当初我说他不是什么善茬，你非得娶她，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，这下可好了，这贱人差点把我大孙女给害死了。你说她是个孤儿，我瞧着她可怜，这才答应你跟她的婚事。早知道她这样，我当初就该直接把她给轰出去。你听妈一回，妈不会害你的，赶紧跟那个贱人离婚。我听着父母的责怪，紧握着瑶瑶的手，眼睛始终不肯离开她的脸庞。刚刚服药后，瑶瑶躺在病床上，睡得很香甜，她苍白的小脸几乎没有一丝血色。我注视着沉睡的瑶瑶，最终做出了决定。妈妈，
我决定不离婚。你小脑发育不全，大脑毫无发育，让老妈气坏了。人家都这样了，你还想和他过一辈子？今天他敢害了自己女儿，明天说不定就能伤害我们全家。妈妈，我需要跟你谈一下。我已经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现在我已决定离婚。法院可能不会认为我们的感情已经破裂，这样他可能会分走一半的财产。他为了自己的野心，让瑶瑶受到了伤害，我不能容许他用我的钱来养那些人。老夫点了点头，是这个意思。他问道：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握着瑶瑶冰凉的小手，要吃咬的咯嘣咯嘣响。我要他净身出户，我要他被一辈子的骂孽，我要他们这辈子都人人喊打。我和徐志英是大学时结识的，我主修金融，而他则在隔壁的医学院就读。在操场晕倒时，我因低血糖情况不测，而他恰好当时在卫生室值班。他一直陪伴我，直到我清醒过来。从那时起，我经常去卫生室，我们之间接触频繁，我们很快确立了关系。我爸是省里有几家实业公司的企业家，也算是排得上号的。徐志英是个孤儿，凭着勤奋工作和助学贷款完成了研究生学业。我父亲原本打算以一家公司作为彩礼送给他，但他却表示要自立自强，坚持在那家私立医院当医生。我们俩结婚后的生活一直幸福美满，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。然而，当我们迎来了瑶瑶的到来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。我们得知瑶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这让他感到比任何人都难过。自从瑶瑶出生以来，他一直在竭尽全力，希望能让瑶瑶早日康复。赵萧然与孩子离婚后，重新与大学时的恋人取得联系。当年两人曾相恋，但赵萧然的家人认为他家境贫寒，坚决要求他与恋人分手。于是赵萧然前往海外留学。自从那次，他们两个就再没联系过。从那以后，赵萧然便带着孩子回来了。徐志英整天都在父母身边，对待那个小家伙比对瑶瑶还要好，甚至瑶瑶的病情他也不再关心。爱而不得的白玫瑰，如今化身为皎洁的白月光，而我这朵曾红艳的玫瑰，却只剩微不足道的蚊子血。我原以为他对自己的女儿不会如此漠不关心，却没想到前男友的一个电话，竟然让他无视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放任他独自面对手术台上的生死存亡。曾经为自己有个好老婆而自满，现在一想到，他就恨不得将她碎尸万段。徐志英终于勇敢地将头从那个温柔的心理保护层中探出来了。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他不悦的语气，显然是生气了。好几天过去了，他也没有回家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妈在外面跟混混在一起，瑶瑶住院，我身为父亲不陪着吗？我回到家门，又是哪门子家？林立川，你说话得小心一点。我和笑然没有任何问题，别用你那种恶毒的言辞来猜测别人。我去了瑶瑶的病房，早就没有人了。你说你撒谎也不打草稿，你生气就说生气，不要把孩子当作挡箭牌。你心里有没有觉得惊讶呢？哈，我真是受够了，整整在市医院躺了这么多天，你脑子里除了赵香然还有别的吗？你身体好好的，何必操心？市医院的医生对瑶瑶的病情了如指掌，我可以放心。你居然好意思说你医术高，瑶瑶都因为你差点下不了手术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行了行了，骗人骗得自己都信了。林立川，你真是不可理喻，我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。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？有事说，没事的话我就挂了。你伤到了萧然，现在他要追究你的责任，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安抚下来。你也该懂得分寸，不要总让我担心。快去给萧然道个歉，赔礼道歉。这事就这样算了，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我对着电话直接开骂，道你妈欠，让他快点去死。骂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果断把他拉黑了。当我回到病房时，发现瑶瑶正坐在病床上，手里拿着一套新买的芭比娃娃玩具。她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好奇地问我：爸爸，我已经住院这么多天了，妈妈怎么还没来陪我呢？对于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，我觉得这件事太残忍了。但是如果我不说，徐志英以后可能还会对他做出更残忍的事情。我拉着瑶瑶的手，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了她。瑶瑶满眼不解，为何妈妈如此行事？她岂非亲生？我看着瑶瑶那可怜的表情，心中一阵心疼。我努力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悲伤，问她：如果将来我和妈妈分开了，你打算跟谁呢？瑶瑶感到委屈，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。上次赵叔叔带着妹妹来我们家玩，妹妹看上了我的娃娃，吵着要拿走，我不想给，结果妈妈说我不懂得谦让妹妹，还生气打我好几下，最后还把那个娃娃拿走给妹妹玩了。可妹妹根本就不喜欢那个娃娃。我在楼上窗户里看到她走到楼下时，直接把那个娃娃扔到了垃圾箱里。妈妈还说我以后要是再这么小气，就是坏孩子，她就要把我的娃娃都给扔掉。我要你抬头看着我，爸爸，我不想再跟妈妈了，她只顾着慧慧，根本不在乎我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爸爸，你能不要抛弃我吗？我鼻子一酸，便紧紧地将瑶瑶拥入怀中。爸爸怎么可能不要瑶瑶呢？爸爸永远都不会丢下瑶瑶一个人。中午时分，我去了附近的饭店，购买了瑶瑶喜爱的甜甜鸡。刚一推开病房的门，就看到徐志英正在责备着瑶瑶。我之前告诉过你，要对妹妹多一些谦让，就算只是一个破娃娃，你也不应该这么舍不得。现在就去给妹妹道个歉吧。瑶瑶穿着病号服，满脸无助地望着我。当她看到我回来，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爸爸，我才发现赵萧然和他的孩子也在病房里，孩子手里还握着摇晃的芭比娃娃。赵萧然见我回来，满面歉意地说：哎，立川，真是对不起。那天我完全不知道知音在给瑶瑶做手术，担心我会不会碰到她的头。我这个男人真不知该怎么办，只想到知音是医生，所以才给他打了电话。幸好瑶瑶没事。立川，你是个男子汉，大事化小，千万别怪知音。我狠狠一拳揍在他脸上，把他打得一个踉跄。带着你的小杂种麻溜，给我滚出去！赵萧然捂着脸，强忍着怒气，对着林立川说：你还在气头上，我不追究你打我的责任。可我和知音只是普通朋友，我们俩清清白白的。如果因为我和知音离婚，那我以后怎么面对他？徐志英急忙挡在赵萧然面前：林立川，
你怎么像个精神病患者一样？萧然诚心道歉，宽恕了你，不打算追究你的责任，你就这样感谢人家？我感谢他？感谢他个屁！感谢他差点害死我闺女！我单枪匹马夺回了我闺女的娃娃，扔了都不给那个家伙睡觉。那只小狗挖好了起来，我看着我的女儿哭了，我当时着急了，一个破玩偶，你也把它当成珍宝了？瑶瑶是姐姐，难道不懂得照顾妹妹的道理吗？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徐之英指着病床上的瑶瑶说：“你总是太宠她了，看看她现在的样子，完全没有谦让的意思。如果我再不管教她一下，她可能会走上不良的道路，做出伤风败俗的行为。”我一耳光戳在她脸上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她。徐之英，你给我滚！我女儿用不着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来教育，你不配当瑶瑶的妈妈。你对她太过溺爱了，她做手术时你还这样照顾她，这实际上是在害她。你真的了解吗？我从抽屉里拿出了瑶瑶的病历，毫不留情地扔向了她的脸。徐之英，你瞧，这就是你所做的结果。他不耐烦地拾起地上的病历，扫了一眼后，目光难以置信地投向了瑶瑶。他紧握手中的病历，反复翻阅了好几遍，不可置信地重复着：“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没可能！你知不知道你的助手连手术室都不合格？他想着给你擦屁股，结果却把自己搞得一身粪便，还差点害死我女儿。”我从他手里抢回病历。徐之英，我一定会彻底调查这件事情。我们在法庭上见吧。第二天，瑶瑶在徐之英医院接待了领导的到访，徐之英也随行。领导彬彬有礼地安慰了瑶瑶几句，然后将话题转向了徐之英。兄弟啊，听我说，你和小徐是夫妻，怎么可能有长久的仇恨呢？世英在医院里的名声可是杠杠的，不过这次他确实有些做得不妥的地方，但这事并非大事，闭门议定，家人之间明了即可。若闹到法庭，可能留下记录。你也不希望孩子的前途受影响，对吧？这个老家伙口口声声说着为孩子未来着想，却无时不在伤害我和瑶瑶，每句话都像是在刺向我们的心。他打着关心孩子的旗号，却实际上是想把大问题变小，把小问题无限放大，最终让我独自承担后果，完全排除了医院的责任。我冷笑着抱着双臂看着他，别以为我容易被吓到，我可不是个3岁的孩子，孩子差点就被你们医生给害死了。你们医院到底是怎么管理医护人员的？我可不会只追究他一个人的责任，你们整个医院也逃不掉责任。我盯着徐之英看，别以为我忘了你那个姘头和那个小野种，咱们慢慢来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徐之英的脸色沉郁，他重复道：“我和小冉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必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说。你现在觉得这是最糟的了，还有更糟的，我都没说呢。瑶瑶还在医院，我暂时没时间理你们，就等着接受法庭传票吧。”徐之英紧紧地注视着我的眼睛，林立川，你是不是想要和我离婚了？外面是不是有了别人？离婚？呸！你想得美！离婚了，你拿着我的钱去养你的姘头和那个野种，我才不跟你离婚。我可没好心倒给那个王八蛋疼地方，我就是要折磨你，让你知道你自己到底有多混蛋，到底有多混账。我伸手抑制病房的门，我没工夫听你们在这放屁，赶紧滚！再不滚我就动手了。领导，不好意思，您误会了，请您冷静一下，我们会立刻离开。自那一天起，医院领导再也没有勇气找徐之英了，但徐之英却频繁地往医院奔走。每次他想进病房，我都毫不客气地拒绝，并将他立即驱逐出去。我拿着处方去药房取药，回来时发现徐之英坐在病房里，正专注地围着瑶瑶的病床。他怀中抱着一个保温桶，用手中的勺子轻轻地吹。这汤是我特意为你熬制的，非常有营养，喝了它你会很快康复的。等你康复了，我会给你买很多玩具娃娃，还会带你和妹妹一起去游乐园，你喜欢吗？圆圆躲开他手中的勺子，妈妈，我不想喝。徐之英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不耐烦说道：“不吃东西怎么行呢？不按时进食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的，快点吃吧。”我径直走进病房，推开门，抓过他手中的保温桶，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向窗外。你到底打算做什么？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吗？你不能随便拿孩子的健康开玩笑。我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。我用孩子的生命开玩笑？是谁把小瑶瑶抛在手术台上的？是谁在小瑶瑶生病的时候还带着那个小混蛋来争夺她的娃娃？徐之英脸上露出深深的愧疚之色。那也是往事，你老是提起他干嘛？他手中拿着的保温桶让我想知道他是什么。我特意为瑶瑶煲了一锅割肉莲子汤，我经常扇他的巴掌，比过去7年里骂他的次数还要多。你不知道瑶瑶对莲子过敏吗？你是想要伤害他吗？